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文。这几天一直收到茶友的提问，散茶我们该如何去判断？今天普文特地找了一款茶，也是普文在这个秋茶季节刚做完的一款茶。大家来看一下眼前的一款茶，这款茶呢特别有意思普文把它取名为丹珠混采的秋茶。相信以前茶友一定喝过普文的丹珠混采的秋茶。那我们首先要把普洱茶讲明白，从这个晒青的毛料就是散料开始讲起。那我们如何来观察一个散料呢？来，请看这个钵上的这些干茶条。首先这个茶条大家看一下，有绿色，有白色，有黑色。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根茶条，一个芽，一芽一叶，一芽二叶，一芽三叶，这是一个一芽三叶的采摘。好像眼前这个条，这个其实也是一芽三叶的采摘，但是芽在这个位置较绿这个芽在这个叶子里包裹。看这个茶条的颜色，红梗多不多？其实这样看红梗非常非常的少，条形都是比较直生生的。这是一个手工制作的一个条形，都是直生生的。从这个叶底这个绿色的一些程度来看，其实普文告诉大家，相对一个茶做下来之后，我们能看到这些绿色这些颜色，这个茶做出来相对时间比较短。从这个干茶的色差来看没有过多的色差这个茶制作上来说，到摊凉，到杀青，到揉茶，再到理条，再到晒条，能晒出这些直生生的条形，那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制作的。大家明显的就能看出来，并非是机器杀青，机器理条，这一定是一个打条的一个赛制。那么问题来了，从这个散茶上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茶的好坏？首先颜色色差较小，这个叶子的条形色差相对来说比较低，红感少，红叶少，黄叶少。看完这个茶的条形，这个干茶的味道当中，我们能判断出来一些这个茶的怎么制作法尤其是杀青揉茶。好，那我们来闻下这个茶香明显是新做的茶，它有一股日晒的一股腥味，新鲜的味道，感觉不到那种锅味，说明杀青的过程当中每一锅都是有洗锅的，而且它杀青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普文刚才咽了一下口水特别想喝这个茶了。那好，我们接下去来开汤试一下这个茶到底是不是像普文说的那样，汤色是较轻黄绿色，然后香气在热汤香中闻不到豆香味，也没有那种锅味，尤其是碎叶子、白胡蘑、黑胡蘑都会比较少。这一类茶制作上相对来说已经达到了标准，以这类方式制作的这个茶甜度一定较高。好，我们来开汤试一下，让大家鉴别一下这个茶会不会像普文说的那样碎渣渣会很少，而且汤色相对来说偏轻。我们开汤15秒钟。好，不用滤网，我们出汤看一下。好，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茶投茶量，而且普文投的比较多，是不是汤色很干净，很清透？来看一下，这一点点很少，也没有黑胡蘑，清澈见底大家看得清楚的。热汤香，一股秋茶的古花香就上来了。我们来闻一下这个茶的杯香，哇，热汤香，好，还带有一点略微的花香。杯冷了，蜜香就起来了。来，大家看看小杯子里面的清澈好，我们来冲泡喝的那一泡杯底蜜香淡淡悠悠，而且非常舒服，有一股糖味。喝的话，像这样一类茶7到8秒我们是正常出汤时间，而且普文的投茶量应该超过10克，这是一个160毫升的盖碗。来看一下这个汤色，泛绿清透，而且白胡蘑、黑胡蘑极少。大家看一下在底下，黑胡蘑容易漂浮在中间，碎叶子比较重，它就沉下去了，极少，没有用滤网好，我们来喝一下这个茶，入口极甜，在口中就化开了，回甜上来是一个甜味，像能回甜的茶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喝完之后喉咙不干涩，能顺畅如果你好像喉咙有痰，喝完这种茶之后痰突然之间化出来了，那种茶一定是好茶。好，两边牙齿有作用，茶气出来了。好，我们来喝的第二泡，2泡之后让大家见一下液体。哇，舌苔的生津感就出来了，汤色依旧甜，略微会有一点点涩，因为投茶量比较足。大家看清透吧？来再看一下，只是小叶子没有黑点哇，嘴唇两边都是生津这就是采好原料混合采的一个茶，喉咙绝对不干涩顺畅。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叶底，普文给大家讲解一下叶底。大家看一下这个叶底杀青，整体来说它是偏绿的，而且杀青的程度可以到70%。而且这个茶还有一个特点，当我们在散茶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颜色不能偏灰偏过暗的泡开不能墨绿色的。当你这墨绿色的茶然后再去蒸压饼之后，这个茶就熟透了，完了。像这类制作，比如说杀青杀到7成，然后再去蒸压，可能它又会熟个1成左右1成到2成左右。那这个茶香气和甜度能够压饼之后完全释放出来，而且它那种新鲜的味道完全能去掉。这样的茶保存起来，日后的转化各种都较为好。好，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怎么来判断一个普洱茶赛青总体的一个概述和总体的一个讲述就到这里。如果喜欢普文视频的茶友，一定要给普文来一个强烈的赞，觉得普文分析的有道理的茶友点赞关注，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见。